没有因为一个画面就彻底爱上了红蝶？我一生未足200年，无声若蝶，瞬息而过，燃尽瞬息，终身赴我。再见了。一个穷尽一生斩断情感的人，最后驱动他做出选择的，恰恰是从未被斩断的东西。今天我们讲绝情之境。绝情意境的载体是红蝶，正是这位雪域国天之娇女，百年化神后期朱雀星同辈第一人。她第一次登场是在仙界碎片，这股力量化为天地之寒，侵入亡灵识海，攻击的不是肉身，而是记忆本身。亡灵脑中关于父母亲人的情感印记正在飞速消散。他的逻辑很简单，抹除你所有在乎的东西，你就成了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牵挂的傀儡。然而亡灵瞬间洞见了破绽，这是后天练就的绝情，不是先天的无情。既然是后天斩断，就说明心里必然有过根。于是他直击他最柔软的地方。100年时间，凡人一生，父母至亲岂能是天道黑抹灭？红蝶，你爹娘即便进入轮回，也一直在你身后看着你，你可敢回头一看？坚固的绝情意境出现了瞬间的松动。第一次交锋，与其说是斗法，不如说是两种世界观的碰撞。绝情意境在现实里遇到了他理论上无法斩断的东西，根植于血脉，超越一世轮回的亲情。第一次出手就已经暴露了天花板。为了复仇，也为了弥补道心裂痕，红蝶在朱雀山赌上了全部。他动用本位应变准备的秘法分神变，画出一个完全由绝情意境构成的元神分身。这是绝情意境最完整最恐怖的一次展现，分为2步。第一步，隐情，它像一面镜子，把亡灵心里所有的羁绊全部唤醒，父母的亲情，李木婉的爱情，童话园的恨意，以及曾大牛3代人的感悟，这才是绝情意境最残忍的地方。不是直接毁灭你，而是先把你心里最珍贵最痛苦的东西全部激活，再让你眼睁睁看着它被斩碎。第2步，斩情，当亡灵所有的情调被激活到顶点时，红蝶的慧剑悍然落下，要将这一切彻底斩断。然而亡灵用自己的生死轮回意境展开了反击。他告诉红蝶一个最简单的道理，慧剑虽长，但却砍不断轮回。绝情之人，也难逃生死轮回。这简直是降维打击！你可以斩断今生的爱恨，但情的根早已种在生生世世的灵魂里。你斩的只是叶，不是根。在生死轮回这个更底层的法则面前，后天练就的绝情显得如此渺小。意境战败，分身消散，但红蝶的本尊却在这一败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名物——无情。绝情，仅一字之差，却谬以千里。他的道差就差在后天2字，有情之人才能绝情。这份曾经有情的底色，就是他永恒的局限。绝情意境的终点在朱雀墓里，以一种极其悲壮的方式画上了句号。被前锋操控失去神智的红蝶，用仅存的一丝清明主动求死。求你杀了我！红蝶，你不愿走正。这句话是对绝情2字最大的讽刺。一个穷尽一生斩断情感的人，最后驱动他做出选择的，恰恰是从未被斩断的东西——骄傲与自尊。战斧落下，他消散的视野里，最后一幕是施恩和一个少年温和的目光。他以为斩断了一切，却唯独没有斩断那个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牵挂。所以你看，绝情从来都是一个悖论，越像绝情，越证明曾经有情。那把挥舞了一生的慧剑，斩断了他与世界的万千联系，却唯独没能斩断心里那一点从未熄灭的星火。现实里也有很多这样的人，某段感情受了重伤之后，彻底把自己关起来，练就了一身我不在乎的铠甲。但你仔细看，真正不在乎的人从来不需要练习不在乎。绝情不是解脱，是另一种形式的深陷。红蝶用一生告诉我们，情这件事不是靠斩断能解决的。你以为的刀落情断，不过是把它压进了更深的地方，等着某一刻以另一种方式破土而出罢了。